台湾的防御究竟有多牢固？长久以来，许多人视台湾为一座牢不可破的海岛堡垒。无论是先进的飞弹防御系统、缜密的军事部署，还是全民皆兵般的全民防卫动员，一提到台湾的防御，总给人一种固若金汤的印象。然而，这道看似坚不可摧的盾牌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弱点？所谓的牢不可破，会不会只是种心理安慰，甚至是一场精心营造的障眼法？本期影片，我们将以浅显易懂、轻松有趣的方式，带您抽丝剥茧地探讨台湾防御体系的方方面面，从军事科技到战略地理，从国际角力到心理战术，我们将揭开重重迷雾，看看台湾的安全网究竟织得多密，又是否存在着令人震惊的真相与反转。请各位拭目以待。谈到台湾的军事防御，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爱国者飞弹划破天际，拦截来袭导弹，战机呼啸穿梭保卫领空，以及遍布岛屿的雷达和防空导弹基地。确实，台湾近年来引进和自主研发了不少尖端武器，从美制的爱国者 PAC-3 防空飞弹，到国造的天弓系列防空系统，再到性能不俗的雄风反舰飞弹，经国号战机与向美国采购的 F-16 伏战机，表面看来，台湾已构筑起一道多层次的防空网和打击力，仿佛为岛屿披上铜墙铁壁的铠甲。飞弹防御，台湾部署的爱国者与天弓飞弹防御系统形成高低搭配，其中爱国者飞弹负责高层拦截，据称可拦截高速来袭的弹道飞弹，天弓3型则是国产的王牌，号称具备反弹道飞弹能力，可在中低层拦截各类目标。这些系统理论上为台湾撑起防空罩，让对手的导弹雨难以轻易倾泻在重要城市或军事设施上。空中战力，在制空方面，空军拥有 F-16、幻象2000、金国号等各型战机，其中 F-16 伏是最新升级版，配备先进雷达与空对空飞弹，被寄予厚望守护台湾领空。此外，战机分散部署在各空军基地，甚至高速公路跑道备用，也是战备方案之一。每当汉光演习，战机在公路起降的画面都令民众振奋，仿佛昭示无论机场遭受何种打击，我们的战鹰依然能够展翅升空。海上防御，虽然台湾海军在舰艇数量上远不及对岸，但也有几张好牌，例如国造雄风系列反舰飞弹，部署在迅捷的舰艇与岸置发射器上，被称为航母杀手，以期在敌方舰队接近时给予重创。海军新服役的沱江级巡逻舰号称迷你神盾，具备快速隐身特性，可沿岸机动伏击。此外，台湾正努力打造自己的前舰部队。2023年下水的首艘国造前舰海鲲号承载了国人厚望，尽管仅是一艘原型舰，却象征着台湾朝自主防卫迈出重要一步。全民防卫动员，除了武器装备，台湾的防御体系另一支柱是全民防卫的理念。政府推动常备部队加后备动员的双轨体制，职业军人构成精锐主力，而义务役和后备军人则负责二线守备与支援。近年因应区域紧张，台湾已将义务役服役期从4个月恢复延长至1年，训练内容更为加强，让年轻人有时间学到实战技能。军方也定期召集后备军人回营训练，加强战备熟练度。同时，全民国防观念深入校园和社区，宣导御敌时全民皆有责，消防、医护甚至邻里巡守队都被纳入广义的防卫网络。政府还发布了全民防卫手册，指导民众战时如何避难、囤粮与求生，务求整个社会在危机时能够动员起来，增强抗打击的韧性。表面上看，以上种种构筑出一个严整的国防体系，天有飞弹拦截，空有战机巡弋，海有飞弹舰艇伏击，地有后备万人齐心，仿佛任何风吹草动都将触发这张天罗地网。然而，事情真有这么乐观吗？先进武器堆砌出的防线真的牢不可破，还是某些环节只是看起来很美？当导弹如雨点般袭来，爱国者飞弹真能弹无虚发的全部拦下吗？当制空战持续数日，飞行员与机队能否撑住压力，保有战力？全民皆兵的理想下，平时缺乏实战经验的后备军人真能在炮火中稳定发挥吗？
这些疑问正带出我们探讨的下一个面向：台湾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否能弥补人力物力上的不足，亦或另有隐藏的限制？台湾坐落于西太平洋边缘，东临广阔的太平洋，西隔一道约13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相望。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台湾某种程度的天然屏障，茫茫海峡犹如一道护城河，历史上曾多次阻挡对岸军队的染指。对潜在的侵略者而言，要将大规模部队跨海投送至台湾本岛，无疑是项艰巨的任务。首先，台湾海峡的恶劣天候与海象就是不小的挑战。海峡水域季风强劲，春秋两季或许相对平静，但夏季有台风，冬季多风浪，一年之中适合大规模两栖登陆的窗口其实有限。就算选对了时节，庞大的登陆舰队在开阔海面上依然极为暴露，容易成为台湾反舰飞弹与潜艇的猎杀对象。更何况现代侦察技术发达，如此大规模部队集结渡海，难以不被及早发现预警。一旦台湾军方掌握迹象，可事先部署防御，请求国际支援，侵略奇袭的难度大增。即便假设攻方突破了海上的封锁，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台湾的地形可谓复杂多变，对防守者有利的同时，也给进攻者设下重重难关。全岛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但中央山脉纵贯南北，山地约占60%，只剩40%土地是相对平坦，可供发展使用。换言之，台湾大部分人口与城市都挤在西部和东部少数的平原盆地上。这种地理格局意味着攻方的登陆地点相当有限，可供大军登陆的滩头主要集中在西部沿海几处狭窄平原。然而，迎接登陆部队的不是绵延坦途，而是两种棘手的景象：要么一上岸就陷入高楼密集的都会丛林，引发逐街逐巷的巷战；要么登陆在城市外围，面对的是大片稻田农地与鱼温水网，地势低洼泥泞，重型装备难以机动且无隐蔽可言，极易遭到守军火力围歼。试想，数十万大军好不容易冲上台湾沙滩，映入眼帘的不是柏油马路和宽广操场，而可能是泥泞的田埂或狭窄的街巷。在城市登陆，守军早已在熟悉的巷弄埋伏，各栋坚固建筑都可能成为火力据点，攻击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伤亡代价。在郊野登陆，虽然暂避了都会区火网，却要在开阔的农田里集结装备，一举一动全暴露在卫星和无人机眼中，仿佛活靶子般挨打。如此进退两难的局面，让攻方即便打穿了台湾的海上刺猬，上了岸却又掉进陆地铁刺的陷阱。地形险要，同时也意味着台湾战略纵深有限。中央山脉虽然有效阻隔东西，但也使平地高度集中，一旦个别区域失守，居民和重要设施无太多腹地可退。比如西部平原上的都会走廊连绵，若敌军在某处突破防线，几个重要城市可能很快受到威胁。同时，山脉造成的东西交通要道有限，战时若桥梁隧道遭破坏，东部地区的增援与物资调动恐受影响。不仅如此，台湾高度城市化和对外贸易依赖也带来隐忧，港口、机场、电厂等命脉设施多集中，沿海或都会一旦遭受导弹密集轰炸或封锁，对民生与防御的打击将非常严重。作为岛国，台湾的补给线易被切断，战争久拖不决时，能源、粮食的供应都可能成为致命问题。然而，反过来看，地利之便仍是台湾手中重要的防御筹码。崇山峻岭间，守军可利用隧道掩体、天然洞库来保存实力，例如东部花莲的基堡与地下油库，可在敌方飞弹第一波袭击后幸存，让空军战机转进蓄势待发。纵谷和平原则有利防守方部署机动反击部队，熟悉地形的小股部队甚至能在山林中骚扰迟滞敌军。更不用提台湾各处居民早已习惯山多路险的环境，在地作战的心理与后勤优势显著高于漂洋过海而来的攻击方。整体而言，台湾的地理条件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台湾如同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替防卫者争取了宝贵的缓冲与机动空间，但另一方面，有限的纵深和资源也意味着一旦堡垒被攻破一角，整体安全就可能迅速崩解。因此，在仰赖地利之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地利的极限。这场保卫战不仅发生在山海之间，更牵动着区域乃至国际的力量平衡。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台湾周边的强权美国、日本、中国又如何在这盘棋局中角力，其策略对台湾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台湾的安全不仅取决于自身，更深深牵动国际强权的战略算计。其中，美国、日本与中国大陆三方势力的角力，形塑出台海安全的宏观环境。他们或明或暗的策略与承诺，既是台湾的重要支撑，也是潜藏变数。先说美国，身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强权，美国在印太地区奉行维持自由开放的战略，台海稳定对其至关重要。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与台湾的安全联系经历了从公开同盟转向非官方合作的转变。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但同年通过《台湾关系法》，明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并视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也就是说，美国法律虽未白纸黑字承诺驰援台湾，却奠定了美方协防台湾的意向基础。这种刻意保持模糊的政策被称为战略模糊，既不公开说一定出兵，也不排除介入的可能，让潜在对手捉摸不定，以此达到下阻作用。多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持续进行，协助台湾提升军力，从 F-16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到爱国者飞弹、防空雷达，美国提供先进装备，实质增强台湾防御能力。此外，美军也不时在西太平洋展示武力，航母战斗群巡弋南海，驱逐舰定期通过台湾海峡向北京传达不要轻举妄动的讯号。2022年，美国高层访台引发对岸强烈反弹，中共在台海周边进行大规模军演，美军则调派舰机在周边戒备，双方剑拔弩张的场面让台湾民众记忆犹新。这些都显示华府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关键时刻介入，以维持台海现状。然而，美国的支援毕竟有其现实考量，台湾必须认清，华府的介入最终基于美国自身利益权衡。一旦台海冲突可能演变为美中直接对抗，甚至核武交锋，美国是否真会毫不犹豫地为台湾开战，还是会有所顾忌。这一点正是战略模糊保留的空间，也是台湾防务上不能把鸡蛋只放在一个篮子的原因。近年，美国政坛也有声音主张改采战略清晰，明确承诺保卫台湾，以更强烈震慑北京。拜登总统就曾数度公开表示，若台湾遭攻击，美国将做出反应，但随后白宫又澄清政策未变，让外界雾里看花。无论如何，美国的表态趋于强硬，某种程度增添台湾信心，但台湾心里也清楚，真有危机来时，最终能倚靠的还是自己的准备与决心。再看日本，作为临近台湾的区域强国，日本对台海局势的关注近年大幅提升。地理上，日本冲绳县与台湾仅一水之隔，最近处的与那国岛距台湾不过约110公里。台海若爆发战事，日本本土与海上航线将面临巨大风险。因此，日本近来在官方文件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台海稳定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前首相安倍晋三更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凸显日本决策圈对两岸冲突的戒慎恐惧。军事上，日本与美国有安保同盟，一旦美军介入台海，日本很可能提供基地、后勤支援，甚至直接派遣自卫队协助。事实上，日本已逐步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部署，在石垣岛、宫古岛等靠近台湾的岛屿新设飞弹部队与雷达站，加强对区域动态的监视与下阻。日本海上自卫队则与美军密切合作，联合演训科目不乏针对岛屿防卫与敌军登陆的模拟演练。然日本也有自身顾虑，和平宪法限制了其军事行动。日本国内舆论对于卷入台海战争仍有疑虑，届时东京采取何种行动，可能是冲突起因、美国态度和国际压力综合决定。但可以预见的是，日本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因为台湾一旦失守，下一个战略孤岛就是日本自己。最后谈中国大陆，对北京当局而言，台湾问题不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更攸关其核心利益和政权正当性。习近平上台后多次强调，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军则在2027年前完成所谓强军目标，积极为可能的台海行动做准备。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军事现代化速度惊人，海军舰艇数量已居世界首位，新锐航母、神盾舰下水成军，飞弹部队装备大量东风系列弹道飞弹与巡弋飞弹，许多射程覆盖台湾全境，被形容为以导弹包围台湾。空军与火箭军则定期在台海上空与周边演训，战机绕台巡航，无人机飞越外岛，弹道飞弹试射落在台湾近海，种种动作旨在对台湾与国际社会展示武力，施加心理压力。北京的战略不仅是军事施压，还包括一系列灰色地带手段，例如派出海上民兵船只骚扰台湾周边海域，频繁派遣战机越过台海中线或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以消耗台湾军方的人力与准备度。对内，中共也不断透过外交孤立台湾，从经济利诱台湾少数友邦转向北京，到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企图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与信心。对美日等外部干预者，中国发展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大量部署反舰弹道飞弹、长程反空武器，试图在冲突时迫使美日军舰和战机难以接近台湾周边，为己方夺取台湾创造条件。在这大国角力的缝隙中，台湾需要灵活运用国际资源，争取支持，同时避免成为棋子。美日的介入承诺固然提高了下阻力，但也可能引来北京更激烈的反制行动。面对中国庞大的军事与经济压力，台湾一方面强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结盟，如接受美日军事顾问团协训，深化与欧洲、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要以稳健态度管控两岸关系，不给对方武力冒进的借口。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台湾唯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善用外援却不盲从依赖，才能在巨人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谈完有形的军事和外交角力，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另一条隐藏战线，也就是信息与心理领域的斗争。现代战争不仅打武器，也打认知。下一节，我们就深入探讨心理战、宣传战如何悄然影响台湾的安全。在炮火之外，还有一条无形的战线同样攸关台湾安全，那就是心理战与舆论宣传的角力。现代战争讲求攻心为上，透过信息操弄直接动摇人心，往往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台湾而言，来自对岸的认知作战威胁早已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试想，一则耸动的假消息在网络疯传，称某某城市的防空飞弹因故障全数瘫痪，某位高阶将领临阵叛逃，或美国秘密签署协议，放弃协防台湾。若民众信以为真，恐慌与绝望情绪将迅速蔓延，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这正是对手乐见的局面。事实上，假讯息、谣言是对岸对台心理战的重要手段。透过网军、水军在社群媒体、大众论坛上散播不实消息，或扭曲时事议题，引导台湾舆论朝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常见的论调如美国靠不住，关键时刻一定抛弃台湾，台湾军队装备再好也撑不过几天，某某政客亲美是把台湾往火坑推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话术表面看似民间言论，实则许多带有组织操作的痕迹，目的是打击台湾人对政府与国军的信心，削弱全民抗战意志。除了网络舆论渗透，对岸也运用更直接的心理施压手法，比如解放军曾在军演时对台湾手机用户群发简讯，内容讽刺台军不堪一击，劝诱官兵放下武器。此外，2022年对岸环绕台湾的大规模军演期间，他们公布了多支导弹炸射目标的影片，用高度写实的画面模拟攻击台湾，企图以视觉震撼来恐吓民心。甚至连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的喊话录音，如对台湾空军广播喊“你已进入我们领空，立即退出”，也经常被大肆宣传播放，营造台湾已被全面包围、孤立无援的印象。值得警惕的是，心理战的破坏力往往在不知不觉间累积。相比肉眼可见的军舰大炮，信息战如同潜伏的细流，不断侵蚀着社会的团结与信心。如果我们因长期接受负面宣传而开始怀疑台湾守不住，认定抵抗没有用，那么即使尚未开战，我们已在精神上输掉一半。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提供了前车之鉴，战场上乌军依靠高昂士气与国际支援顶住了强敌。但另一方面，俄方的假消息也在全球网络流窜，试图分化支持乌克兰的阵营，动摇前线士兵信念。台湾所面对的心理攻势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需时刻保持警觉。当然，心理战并非单向，台湾方面也在加强认知战防御与对外宣传。政府设立了打击假讯息的专案小组，官方媒体和民间团体合作辟谣，以澄清网络谣传的不实信息。教育体系中也开始融入媒体素养课程，教导年轻世代辨识信息真伪的重要性。此外，国军近年强化官兵心理建设，演习时模拟敌方信息战干扰，培养部队在谣言满天飞时仍能冷静判断的能力。同时，台湾善用民主社会的优势向国际宣传，例如在2022年军演危机中，政府频频邀请国际媒体访问，让全世界了解台湾民众的沉着冷静，以及北京行为的霸道无理，借此争取道德制高点，削弱对手的宣传效应。总的来说，心理防线的坚固与否，决定了台湾抵抗意志的强弱。如果民心崩溃，再强大的武器也派不上用场。反之，只要民心稳固，哪怕处境再艰难，都有撑下去的可能。面对铺天盖地的宣传与认知作战，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保持独立思考，不被谣言左右，就是在为台湾筑起另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或许正如一句谚语所言，信心是最好的防弹衣，有了坚定的信念，才能将敌人的心理攻势化于无形。那么，聊过武器、地势、外交、人心后，我们最后要探问的是，那些号称最尖端的军事科技，真能在战时发挥奇效吗？还是其中有些成分只是让人安心的象征性防御？让我们继续探究下去。谈到国防力量，先进武器和科技装备往往是媒体与民众关注的焦点。每当新式战机或飞弹部署，我们总习惯寄予厚望，仿佛拥有了杀手锏，战争胜利便多了一分保证。然而，现实战场中，科技武器并非万能神话，有时甚至可能沦为安慰剂，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以飞弹防御为例，台湾引进爱国者与自制天宫拦截飞弹，固然提升了反导能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局限。若开战，解放军很可能以饱和攻击方式，数百枚导弹齐射压境，再精良的防空系统也有拦截上限。爱国者飞弹价格高昂，存量有限，不可能对每枚来袭导弹都个个击落，一旦拦截弹耗尽，后续攻击将无法防范。因此，单靠飞弹拦截构筑铁穹顶并不现实，它更多是作为威慑用途，在战时减轻部分打击，而非完全免疫。同样地，空军与海军的现代化装备也面临类似课题。台湾近年斥资向美国购买新一批 F-16伏战机，并升级现有机队，同时规划自制高教机，希望以优势战机确保制空。然而，战机需要跑道起降，解放军首波打击很可能针对空军基地、雷达站进行压制。再先进的战机若无法安全起飞或找不到目标，也无从发挥战力。过去国军演习中曾多次模拟机场被袭后如何以公路为跑道转场，但这种应变是否真能在密集炮火下实现，仍是未知数。海军方面，台湾新锐舰艇装备了高速飞弹与雷达，看似精锐，可是一旦开战，台湾海峡上的制海权若迅速落入解放军手中，我方水面舰艇稍有暴露，就可能遭歼灭。因此，主力舰队平时下足有余，战时反而需转入隐蔽，以待敌方稍露破绽再伺机而动。这种境况让人不禁质疑，我们重金打造的海空武力，在大国角力的高强度对抗中，究竟能坚持多久？再看一些高调宣传的武器，也许带有面子大于里子的成分。比如近年国造的某些武器原型或概念，由于象征突破，常被媒体冠以威武称号，但实战效能还未经受考验。首艘国造潜舰下水，固然振奋人心，但短期内仅此一艘，能否真的威胁对手浩瀚舰队？同样道理，台湾陆军采购新型主战坦克与多管火箭，希望强化本土反登陆作战。然则重型坦克适用场景有限，在山多路窄的台湾腹地，回旋空间受限，
多管火箭虽能大面积轰炸滩头，却也可能在敌方空优下难有生存空间。这并非说这些武器没有价值，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对单一装备抱持过高幻想。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防建设中的宣传效果往往与实际战力交织在一起。政府公布新武器研发进展，展示国军操演成果，除了强化下阻，也有向国人交代的意味。毕竟，民众看见国军有新飞弹试射成功，新舰下水，心中多少增添安全感与自豪感。这种心理层面的支持，对维系战时士气确实有帮助。然而，战争胜负终究取决于综合实力，象征意义无法替代真枪实弹的较量。如果我们因为拥有几件国之重器就掉以轻心，以为敌人不敢来犯，那无异于自欺欺人。相反地，正确的态度应是，高科技武器固然要发展，但更要搭配灵活的战术运用与人员素质的提升，以及清醒认知自身优劣。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许多昂贵坦克、军舰被廉价的飞弹与无人机击毁，就是一堂极为深刻的课程。台湾若要避免重蹈覆辙，需要确保引进或自制的军武真正贴合防御需求。例如，着重发展机动分散的小型武器系统，如便携式防空飞弹、反甲飞弹、无人机群，强化后备部队的实战训练，使其能有效运用各种轻装备伏击敌军等。这些刺猬战术般的思维，强调以小制大，以快制慢，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以巧取胜。若是一味追求大而尖端的平台，忽略投入资源提升整体韧性，那再多高科技装备也可能被对手逐一击破。纵观而言，军事科技是保卫国家的必要工具，但它绝非万灵丹。我们必须清楚区分哪些是战略必须的利器，哪些仅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门面。唯有踏实建军，务实备战，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口上，台湾才能打造真正可靠的防御力量。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敌人不敢轻启战端，让全民对国防有真正的信心。经过上述全方位的剖析，我们可以回答影片开头的疑问了。台湾号称牢不可破的防御，是无懈可击的现实，还是某种程度的障眼法？真相耐人寻味。台湾的防御并非神话，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有山海天险做屏障，有武备精良做后盾，也有国际友邦与全民意志做支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某些被寄予厚望的手段可能夹杂了宣传成分，部分安全感或许源自心理胜于实质。换言之，台湾防御体系既不应被迷信为牢不可破，也不至于悲观地认为只是空洞门面。真正的关键在于认清现实，持续精进。台湾必须正视自身防御中的弱点，无论是军事装备的缺口、战略纵深的限制，或是心理战线的漏洞，都需要逐一补强。同时，也要善用已有的优势条件，发挥地理之力，深化国防改革，凝聚全民士气，以及巩固国际支持。只有不断提升真正的实力，才能让对手的任何轻忽都付出代价，让纸老虎的成分越来越少。或许牢不可破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非既成事实。透过努力，我们可以朝这个目标靠近。一旦台湾的防御不仅靠口号，还有实打实的力量与智慧做后盾时，牢不可破才不再只是口号。最终，台湾安全的保障不只是钢铁与火药的较量，更包括人民的勇气、智慧与团结。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戒慎恐惧，不被假象冲昏头，也不被威胁吓倒，就有机会在风雨欲来时守住家园。今天的探讨到此告一段落，希望这部影片让您对台湾防御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明白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努力的方向。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